我觉得这是一个折叠的社会。当我们的很多的著名的大导演、大演员在为今年的电影市场的票房焦虑不安的时候，我们的人民群众、广大人民已经在他小小的这个方寸的手机之间去享受也好，或者是说去观赏也好，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的情绪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其实短剧女演员、男演员，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再去纠结哪一天短剧能上桌，哪一天短剧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的正规的剧种。我觉得时间会说明一切。孙殿下，比起太子，我更看好你。可你当真觉得，只要装疯卖傻、置身事外，太子就会放过你？2021年接了第一部短剧《娇妻本善》，对吧？对。那当时是一个什么，在一个什么机会下说我要演一个短剧呢？其实那会儿我都不知道那是一个短剧，就是拿到剧本的时候发现哇，好短，就是体量挺短的，然后节奏非常的快，就跟前面还是确实是会有不一样，就它的剧本里面的情绪哈，起承转合会比较的快而且大，它不像就是可能长篇幅一点的内容，它能够给到就是这个角色一条成长线，最起码，它最起码你能看到他从一个小白，然后变成一个或者是他有人物的走向。那个剧本也是重生本，就是那个短剧的剧本，他突然重生了啊，上一世的磨难怎么样，这世要来复仇了，就是你当时就觉得哇哦，好快，而且竟然还那么短的时间讲完了一个故事，对。那个网上说你第一次演短剧的时候，80%的时间段都需要就是表演出你要痛哭，嚎啕大哭，是演这个娇妻本善吗？对但是为什么会说80%的时间段都需要你嚎蹈大哭？剧组拍摄哈，它肯定不是说从第一集拍到最后一集，它肯定是中间是岔开了的，可能根据场景来拍，所以可能每到一个场景，可能那个场景里面我都有哭戏，那可能今天拍这个场景，明天拍那个场景，所以就是可能10天有8天我都在哭。那个对人的损耗大不大？我当时拍完那个戏之后，我就感觉自己消耗殆尽了，我能量耗光，我有一种那种感觉。哭不出来的时候吗？因为有拍进那个剧组的时候，其实第一天我就有一场戏，第一天就没有哭出来。第一天就是拍了很多条才哭出来的。后来就是各种上道具，然后各种就是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你在现场实拍的时候，又遇到就是各种不确定因素，比如说谁的手机响了，那就要重新来啊。对，重新来，一想好几次。你知道演员在那种时候，就是那会儿我哈非常非常的青涩，尤其是对于哭戏这种戏份，所以到了那种时候，我的听觉、嗅觉特别敏感，会极其的敏感。就是现场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和周遭的环境，我都会特别的敏感。谁说了什么话，谁怎么地了，就特别特别的敏感。所以那个手机一响，就会特别特别的崩溃，影响我。对，崩溃，对，很崩溃。那短剧这个行业里面，比如说像这么高强度的你的情感的表露，我如果实在哭不出来，可不可以上一点什么？有没有类似于也不叫催泪弹了，叫什么？催泪棒。催泪棒，我见过。是一个什么样的？它就是长得像唇膏一样的东西，然后拿棉签沾一点，然后往自己眼角上面那么一涂，然后眼泪就开始稀里哗啦就开始哭了然后就开始拍那个哭的戏。你用过没？我用过，但是呢非常的少。我之前为什么用那个，是因为也是就是对手演员给我推荐，因为那会儿呢拍摄实在是太高强度了，不是说我想用那个东西，而是时间不允许，他的时间真的不允许我再来一条。每一天要拍的页数10几页，那是什么概念啊？那个量太大了，而且以前那会儿拍的时候100集只拍6天，就是你必须得一条过。就第一次一条过，就对，所有的都一条过。对，如果说你第一条出不来的，你第二条就是没有这个机会给到你，剧组也不会允许你过不了。对，他也不会允许你，就是你再来几条，没有这个时间给到你，就现场就开始催了。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人
把这个东西递到你这儿来了，用吧，你不用我们拍不完了，你用不用？我只能用。后来就是慢慢的，就是我的表演环境会好一些了，就是不会有那么多可能拍个5天或者是6天的戏找到我，或者是我的选择更多了之后，我也不会去选择时间那么着急的戏，因为我真的需要就是这个空间去给到我这个角色，去给到我这个演员做准备。后面就是到23年，23年是你的大年，短剧大年，那年拍了几部短剧，还记得吗？10部有了吧？1年10部，应该有吧。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的强度？你自己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？最高纪录，我一天喝了3杯咖啡加1罐红牛，当然那罐红牛没喝完，那是我的最高纪录。高强度的工作有一段时间之后，其实我的精神状态是很不好的，非常的不好。然后正好那段时间又遇到了一些杂七杂八的声音，外界的声音，所以那段时间非常非常的不好。当时有自己比较印象比较深的你的场景，就是你觉得你自己状态很不好，有没有一些具体的？我前一天晚上11点才收工，回去洗漱完都已经凌晨了，然后第二天早上7点要开工，我完全睡不着。我很困，但是我睡不着。这个一针它是有一个科学解释的，就是因为你长时间的处在一个高强度的工作状态，你的身体很累了，你的身体想睡，但你的大脑不行，你的大脑已经启动了一个保护你的机制，对，就是你不能睡着，你要醒着。除了这个高强度的工作之外，觉得自己在日常生活中，比如说我不拍戏的时候，能不能得到彻底的休息？没有这个时候，不拍戏的时候也休息不了。不拍戏的时候有杂志有活动，要看剧本，基本上那段时间每天都有好多剧本要看。你不能懈怠呀，你懈怠，因为那会儿其实还并没有做到，就23年最起码还没有说短剧女王这个认知是实打实的贴在我的身上的，所以当时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，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做的也还是很不错的。就是演员，他们在干嘛？他们一定也很努力。那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，我们也得努力，得更努力。有可能他们看一个剧本，就是因为当时我听说了一个事情哈，就是这个行业里面的另外一个演员看剧本就是反馈非常的快，可能给了他4个剧本，他可能1个小时2个小时他就能给到反馈，这么快？对。你要多久？我确实没有办法做到一目十行，我看文本看得很慢，看不了那么快。但是我就得去让自己不停歇的。假如说今天哈，比如说有4个本我需要看，那我就不能说看1个本我再看会儿电影，那就不行。就你不能一心就你短时间内只能集中做一件事儿。是的。最多的时候一天看过多少个剧本？ 8个。你是一天接到8个剧本，还是要看完8个？要看。接到8个也有过，被疯抢就是大家都来邀约你，肯定是有过这个时候，因为那会儿其实这个池子里面的演员可选择的不多，那会儿大家好像就是什么题材火了，就会有很多人蜂拥而至的去复刻这个题材，比如说你看短剧的剧本，你会不会也像看某一个电视剧或者电影的剧本那样去看它？就是我看那个剧本，我就会自然而然的，我觉得这个男主做的事情他不应该这样做，他这样做的话，反正我找不到理由为什么这个女主支撑不住爱上他对，就是在情节里面是这个女主被下药了，下了药之后被这个男主救了，救回家之后，这个女主跟这个男的说：“我好难受啊，你帮帮我。”然后他们2个人睡了，睡了之后这个女主爱上他了。这不合逻辑。是干嘛的？我就在想，为什么不去医院？你那么大个总裁，你还不能安排个私人医生吗？那你这样看剧本，你会不会提出说，我觉得这个太不合理了？你们怎么能这样写？我确实，我自己在看这个剧本的过程当中哈，我是带着这个疑问的。刚才那个一真说到，因为23年的时候工作强度非常大，然后又发生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，被网暴是那个时候吗？做演员他就是这个样子，你收获曝光度的同时，你就是会收获不认可。其实不认可的声音，更多的也是在鞭策我们自己去做到更好。我觉得其实这个，心态不好的可能它是一个双刃剑吧。
你花了多久？就是说一开始还是很难受的嘛，因为还是自己会去上网去看那些别人对你的评价，也会很受伤害，这都是很正常的。花了多久给自己做这种心理建设，说我可以不去 care 那些东西？2个月。2个月。其实这2个月后续并没有说到那2个月就截止了，就不骚扰我了，或者是不黑我了，或者是不给我寄东西了，不给我打电话了，不是，还是会持续，但是只是我的心态是2个月调整过来的。你还有过这个退出综艺的经历？就是当时穿那个戏里面穿了一条口开的特别大的裤子，然后超短裤，然后呢，当时那个拍摄的摄影师他是拍男主的主观镜头，然后他就得这样仰拍，从地上仰拍我，但是他拍完了之后并没有盖镜头盖，因为我在这儿，我在现场我已经听到导演喊卡了，但是他没有卡，我事后发现他没有卡，当时我只是看见他做了一个行为，就是他把这个镜头，就是我站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呢，他那镜头这样仰拍我嘛，拍完了之后他往里送了一下，我下意识的我就后退了一下，我说老师，干嘛呢？你是在干嘛？然后也没有理我，就是也没有人回应我这个事情，他甚至就是没有搭理我，然后后来就是那天当时当刻其实团队就有做出反应，就是希望能够跟导演沟通，能不能把这条素材删了，然后咱们重新补一下，趁这场还没有拍完，趁还不用挪场景的情况下，把这条素材删掉，然后我们继续拍，可以拍到导演您满意为止，都没有关系的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但是我们希望能把这条素材给删了。然后呢，当时因为我并没有出面去解决这个事情，是团队出面解决这个事情的，所以呢，团队跟导演沟通无果之后，又来跟我商量，他们说就是说现在删不了，说必须得回去导到素材盘里，然后再去做删除。那你导到素材盘里就不可控了嘛？对呀，你这东西，我就觉得确实是会有一点小受伤哈，因为我们曾经在做戏的过程当中，就是我和龙导在合作的时候也发生过这种情况，可是我们是当时当刻在现场，我们就要删素材，真的是删过一次素材。而且，当时删完素材之后，就是摄影师还很惊讶，说为什么要删素材？然后导演就说穿帮了，你看不见吗？然后摄影师说他都没成年，一个7、8岁的小女孩坐那儿穿帮了又能怎么样啊？然后当时我的合伙人就是龙导就说了一句话，那他长大了看到这条素材，他会怎么想我们？你觉得对他来说会不会是一种伤害？然后删掉，因为我们是做过这种事情的，所以当时当刻那个事情发生出来之后，我是坚决 say no。就是我是很坚持的，因为它是可以删的，它不是不可以删。协商不下来，那我们说那这样，我们退一步，你们可以拿到后期去删，但是你们需要签保密协议。就是你不能说这个东西，因为我们已经有团队和团队之间已经有过前情提要在这儿了，就怕万一，那我需要你给我一个就是给一个安全感吧，给一个说白了其实就是给一个安全感。对。但是对方不愿意，是卡在这个，就是在这个事情上一直协调不下来。虽然说当天晚上无果，但我也还是没有放弃，我是选择在酒店等待，但是始终没有等来一个结果，我没有办法了，我只能退出这个 IP。其实流程是这个样子的啊，但最后退出这个 IP 还是徐一真自己的决定。你是受不了这个东西的，对吧？因为你没有感受到被尊重嘛。对，从头到尾就是你已经退了，但是对方仍然没有给你一个起码的安全感的东西。这个情况下你就选择退出了。对，而且我觉得我一定要 say no， 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好商量的，你一定要 say no。我觉得很多无论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，遇到这种事情一定要勇敢。2026年自己有些什么计划之内的工作吗？比较重要的？希望可以就是完成，或者是开拍，就是自己接下来想尝试的题材类型。就咱刚才说到的那个，对，
如果说明年完成了，明年我会告诉你的。好，到时候记得让我去看一下你最喜欢的那个角色的类型是什么样的。好啊。亦真在演艺事业这块，我指的不只是短剧啊，有没有一个自己的个人目标？你是那种会给自己设定目标的人吗？会。是什么样的目标？可不可以分享？我那天在那个综艺上，就是我说了一句，我说志在拿遍全国各大奖。这是真实的目标，真实的心里的想法。确实有这个想法，但是我知道，就是梦想和现实一定是有非常大的距离的，因为其实一个演员如果说要拿到这么多的奖，行业内这么多奖项的认可，这不是一件就是说光靠自己努力，甚至于说光靠运气好就能做到的事情，是非常难的。所以其实它只能作为一个梦想，其实不太能作为一个目标。不太能作为一个就是我必须要去达到的一个目标，因为这东西你没有办法说我必须要去达到。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虽然这个目标有可能实现不了哈，但是既然是咱是目标，依你的性格，你一定会去争取、去努力的。对，会去努力。这种是不是意味着说，你还是要进入所谓的长剧、电影这个领域、这个序列里面，才有可能说拿遍全国各种大小奖项？当然，如果说他们愿意给短剧单开一个赛道，我觉得也是 OK 的。当然。拿遍全国各大奖项，就是也包含了长剧集和电影里面的奖项。天哪，我好敢想啊！我这个太敢了，我的天哪！什么时候说的这句话是？就是那个综艺，哪一年？短剧那个综艺，24年。24年。对。这个话说出来之后，综艺播了没有？因为我没有看那个。播了啊，那段在里边呢。播了。网上有人对你的目标那个议论吗？我当着静姐、萌姐、苏格老师的面说的。3位老师在台下坐着，我说我志在拿遍全国各大奖。完事下面关键是静姐她是拿过的。宁静很喜欢看你的剧啊。感谢静姐。但是你说那么大一个宏大的目标的时候，是怎么说出来的？怎么会那么敢说？我敢说嘛，大家也敢听嘛。亦真有没有特别想合作的导演或者是演员？演员有，演员和导演都有。但是有一个演员可能我合作不到了。不知道跟他导演的身份有没有机会能合作上？可以说吗？周星驰。其实我最喜欢的是《大话西游》。对，喜欢《大话西游》的啥？他真的是喜剧的内核，他把悲剧做进去了。真的是就是有一句话哈，有一句就是网友辣评，就是小时候看《大话西游》，大家都是笑呵呵的，长大了再去看《大话西游》才看懂了他在讲什么。所以特别是想跟周星驰合作的。有没有考虑过去上个脱口秀什么的？可能因为周星驰经常去各种脱口秀的后台去看各种演员。我认识星爷。跟他接触过吗？接触过。你觉得他跟你想象中一样吗？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。对，很温暖的大前辈。对，因为我是跟龙导一起去拜访的星爷。所以其实我们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就是非常的平易近人，非常非常的平易近人。有跟他合作的计划没有？这是我能计划的吗？就是你等着他来邀约你。虽然说哈，就是我们坐在这里聊，你问我最想和谁合作，就是最想和哪位导演或者演员合作，我会说周星驰。但是我生活当中认识他的时候，我是不会去，就是没有那么多工作上的事情，就是我并不是带着目的去认识的星爷。对，就是大家都很纯粹。他也就像看小孩一样看我俩，看我和龙导。我们就像看长辈一样看星爷。所以没有那么多，就是大家都很纯粹。不会说带着目的，我说今天我一定想星爷，您后面的电影能不能用我呀？或者说没有。站在你现在的这个时间节点上，你怎么去描述你跟短剧之间的这种关系？我这么形容吧，就是一个孩子跟他的母亲，这个孩子他是要步入社会的，对吧？
那他步入社会之后，这个母亲他就不认了吗？他就不要了吗？他没有办法不要的。就这个母亲有需要他的地方，或者哪怕是没有需要他的地方，他也会常回家看看。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吧。就是对于你依着你的身上可能永远会有短剧的这个标签。你觉得这是一件我觉得这是一件我应该值得骄傲的事情。